陆姑娘，国公也请你去他的书房一趟，他已经等了你2个时辰了。该不会是大伯知道我带你出去玩，生气了吧？怎么办啊？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要罚一起罚，你别担心。不用。啊？怎么就不用了？你是不是没把我当朋友？我是说我自己去就行。那怎么可以？万一……盛云娇想说，万一大伯就是针对你呢？只是这话他实在是说不出口。其实他也不明白，只要了解以后就能发现，泱泱明明是个很有趣的姑娘，为什么大伯竟然不认她？那你先去，我去给你搬救兵。哎，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你先回去吧，我们明天见。陆姑娘，请吧。你等着。盛云娇转身跑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你会医术，师从何人？医术？我会什么医术啊？你是说正果那个吗？哦，我好像说过，我小时候被扔进了山里的陷阱里，是路过的猎户把我给救了上来，我无以为生。长大一点就跟着他学打猎，顺便也学了一点治疗外伤的法子。打猎嘛，免不了的。你的接骨之术可不像是跟什么猎户学的。猎户确实也不教这个，就是我打猎打得多了，杀猪的手艺好，尤其差的一手的好骨头，差得多了不就能装了吗？这还需要专门去学吗？盛国公目光沉沉地看着眼前这个女儿。你想习武吗？习武？陆泱泱诧异地看着盛国公，他当然想习武了。他是力气大了点儿，经过这么多年的练习之后，对力道的掌控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他确实不会武功。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你想在圣国公府立足，就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给你机会，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是将来如果你没有能力，就不要怪罪这个世道对你不公平。我已经告诉过你，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在京城什么都不是，没有本事就不要闯祸。若你再像今日这样没有分寸，我也不介意换个地方好好的管教你。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不就是想骗我给你卖命吗？陆泱泱才不相信，他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盛国公能保住他。陆泱泱，我能让你进国公府，也能让你滚出去。你要让谁滚出去？你不如让我也一起滚出去好了。原来背地里你就是这么对待我的女儿的。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泱泱是我一个人的女儿，她不用你管，不用你盛国公府来管，更不用你盛国公来管。如此，你能放过她了吗？能不能不要胡闹了？我胡闹？在你眼里，我维护自己的女儿就是胡闹吗？盛其身，这些年我从未管过你做什么，如今我也没多少时日好活了。我只是想让我的女儿平安健康地留在我身边而已。碍你的眼了是吗？蓝氏双目猩红瞪着盛国公，他是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向待他温柔如初的夫君，为什么偏偏要这么对待他们的女儿？你有完没完？出去！盛国公万万没想到，往日里温柔如水般的妻子，怎么偏偏这丫头的事情上这么倔？上次闹着要和离，这又当着孩子跟下人的面跟他撒泼吵架，简直是不可理喻。这若是传出去，国公府还有什么脸面？原来堂堂盛国公也就是个只会对妻子发火的懦夫。混账！你砸！你冲着我砸！泱泱说的有什么错？你堂堂盛国公都只会对着妻女耍威风吗？你往后再动他一下，你就先杀了我！你从我尸体上踩过去！你……盛国公简直气不打一处来，可还不等他话说出来，蓝氏就跟受了天大的刺激一样，身形晃了晃，然后弯身呕出了一口血来。夫人，快请大夫！你疯了不成？我告诉你，我就算是死后变成鬼，
着你，说你伤害泱泱半分，我做鬼都不放过你。盛国公再好的脾性也被兰氏给气了个半死，他何曾说过要害陆泱泱了？这什么跟什么，简直是不可理喻。对不起，是娘没有保护好你，让你受委屈了。盛国公脸黑的都要滴出水来，他就不明白了，他一没打他，二没骂他，到底让他受了什么委屈了？只当他一个贵夫人这么闹死闹活的跟他作。回国公爷，夫人这是常年体虚，未曾休养好，更是受不得气，最为忌讳郁结于心。若以此下去，怕是有碍寿数。送夫人回去。兰氏不理会他，只死死握着陆泱泱的手，然后倔强地望着盛国公。盛国公被他的眼神刺痛，只得冲着陆泱泱说道：你先回去，你好好养身体。走出书房的门，他不由得停顿了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算兰氏身体再怎么不好，那也得是几年后的事情了。何以他才刚刚回府不到1个月，兰氏的身体就已经破败到了这种程度？可吓死我了！你没事吧？你把夫人叫过来的？当然了，不然万一你真被打一顿怎么办？我听他们说大伯父打人可狠了，我连我娘那儿都没敢去，先去帮你搬救兵了，就怕我一回去我也出不来了。国公今天倒是没打我，你别担心了。你不觉得别扭吗？明明大伯父是你的父亲，但是……盛云娇有些说不下去了，他都不敢想，如果是他站在陆泱泱的位置，他的内心该要扭曲成什么程度？在意的话，只会让自己变成疯子。我并不想变成那样。哎，对了，有个事情想问你，夫人她的身体是一直这么差吗？你说大伯母啊，大伯母的身体是不太好，但也只是些寻常毛病，不过最近确实病得多些。我偷听来的，说是大伯母在生你时早产受了惊，那之后又没有休养好，所以落下了病根，从那以后身体才慢慢不好的。我年幼时随父母在外面任上，也就5岁之后才回的京城，这些年大伯母每年都要病上那么2、3回，但也不曾听说过有很严重的时候，倒是最近这段时间病得久了些。那也就是说，从前只是体弱，并没有到如此虚弱的程度。我知道了，谢谢你。那我先回去了，我娘今天肯定得骂我，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嬷嬷，我想去看看夫人，嬷嬷能跟我一起去吗？夫人定会很开心的。快要走进兰氏院子的时候，远远就看见花园那里围着几个人，正在低着头说话。哎，你们说，今天那位仙姑说的是真的吗？那位表小姐当真是来克咱们夫人的？那还能有假？你们不知道那是谁吗？那可是上善仙姑。上善仙姑是青莲观的仙姑。青莲观是什么地方？那可是贵人们修行的地方。这位上善仙姑啊，德高望重，向来受贵人们的尊崇。她亲自来府上，说夫人最近身体每况愈下，皆是因为有人与夫人命运相克，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对方越好，夫人的身体就越虚弱，就像是那婴儿吸食母体，最后反将母体克死一样。那个表小姐的身世你们还不知道吧？这些年夫人都平平安安的，偏偏她一回府，夫人就病倒了，且身体每况愈下，你们说巧不巧？就是，听说夫人的病根就是当年早产引起的，岂不是当年就克了夫人？若非是阴差阳错，怕不是……哎呀，亏得这些年在夫人身边的人是三小姐，不然还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呢。哎呀，可别乱说。嘿，这怎么能是乱说呢？若不然，你如何解释这个巧合？夫人从前身体是差些，但哪里有这般虚弱？听说这几日都开始咳血了，定是那陆姑娘克的。你们在胡说什么？也没说什么呀，就是闲聊闲聊。
谁给你的胆子，敢在背后妄议主子？你敢打我？我可是夫人院里的人，你算什么东西？你敢打我？就是，我们可是夫人院子里的，你不过是那个什么表小姐院子里的嬷嬷，你凭什么动手？过了今天，表小姐都不见得还能留在府里了，轮得到你耀武扬威？放肆！我打你，不是因为你们是谁院里的人，而是你们破坏了规矩。规矩？规矩是你定的吗？行，既然不把规矩放在眼里，那就跟我进去见夫人吧。几个人听到这话顿时怂了，他们背地里嚼舌根，打量的就是没人会捅到夫人跟前去。若是闹过去，夫人现如今这状况，万一被气到，轮不到我耀武扬威了是吗？表小姐，我劝你还是认命吧，你就不是那天生富贵的命，不然怎么白瞎了个好出身，结果只能在乡下受苦，回来也是个灾星，这就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就是啊，咱现在还叫你一声表小姐，那也是抬举你，你还真别自不量力了，早点回乡下去，说不定啊还能得几分好，不然若是夫人出了什么事儿，那可都是你害的。明天轮不轮得到我耀武扬威，我不知道，但是今天我打你，你就得受着。我这人力气大，下手一向没分寸，所以最好别再叫我听见谁乱嚼舌根，否则的话，我就把另外一边牙也给打掉。几人此时都已经吓傻了，眨眼就齐刷刷的跪了一地。嬷嬷，我们走。洋洋，你是来看娘的吗？夫人，我给你把把脉吧。好呀，慧心，你去把我给泱泱准备的东西拿过来，等下让她带回去。泱泱，你回来有些时日，还没去过你外祖父家中，他老人家提过好几次让我带你回去，怪我最近身子不争气，待过2日我好些了，就带你过去，给你外祖父请个安。我知道家里的事情委屈了你，你不想认回盛家也没关系，你外祖父肯定会喜欢你的。陆泱泱没有回兰氏的话，而是认真地感受着他的脉象，比他昨天感受到的还要糟糕。这个脉象几乎有种油尽灯枯的感觉。泱泱，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你别听那些人乱说，娘没事儿的，真的，娘的身体啊都是老毛病了，我心里有数的。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无稽之言啊！是府里担心我的身体，才请了上善仙姑来看看。她会医术吗？那个仙姑？这应当是不会的。上善仙姑多是替人相看八字，替贵人解惑，她精于此道，因此很受贵人们的欢迎。陆泱泱若有所思。就在这时，门口传来声音：三姑娘，五少爷。母亲，你好些了吗？我已经……盛云珠悄悄看了陆泱泱一眼，似乎是有些迟疑，但还是下定决心说道：我已经同上善仙姑说了，她说回去之后请碧莲师太炼制一些养心丸来，对母亲的身体有些帮助。这是真的吗？太医也说，如果能够拿到青莲观的养心丸，母亲的病或许就能好了。若是这样，那可就太好了。谢天谢地，三姑娘真是费心了。只要对母亲的身体有帮助，我做什么都是心甘情愿的。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你就不能离开国公府吗？你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小五，你别这么说。泱泱，你别怪小五，他也是太担心母亲的病了。我知道今天的事情可能会让你误会，但我宁愿上善仙姑说的那个人是我离开母亲，只要能让母亲好起来，我做什么都愿意的。那你怎么知道
他说的那个人不是你呢？我知道妹妹恨我，只是妹妹不在京城，可能不了解上善仙姑的本事。上善仙姑的师父据说是来自仙岛之人，他精通相术，连太后都对他称赞有加，甚至陛下都说过上善仙姑有神通，能得他指点也是我们府上的机缘。母亲生病，我恨不能以身代之，我也不求妹妹成全，只希望妹妹能顾念母亲的身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上善仙姑是吗？妹妹若是不信，尽可去打听一下。够了，我的身体我自己有数，我不信那些。往后谁若是再在我面前提起什么仙姑不仙姑的，就不要过来了。都出去吧，我累了。母亲，对不起，是我的错，我只是太担心你了。母亲，三姐都是为了你，你怎么能这么偏心？既然那位上善仙姑那么有本事，这样，明日你把她请过来，我亲自问她。若她说的有理有据，我就自请离开国公府，绝不在这里碍你们的眼。泱泱，不要乱说，我说了我不信的。你此话当真？小五，泱泱，你不要。夫人，你也看到了，无论我如何辩解，只要这位上善仙姑认定了我的问题，这府里就不会有人信我。既然如此，那不如当面跟这位上善仙姑问清楚，我也就死心了。况且我也不想担着一个害了夫人的罪名，我亲自会会她。泱泱妹妹，无论如何都是母亲的身体更重要。若你执意要跟上善仙姑讨教，明日我便厚着脸皮去请一请，只是希望妹妹届时能够谨言慎行，万万不可冲撞了仙姑。仙姑神通广大，若能令母亲好起来，往后我愿意去青莲观修行，用后半生来为母亲祈福。好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满足你的。盛云珠差点咬破了唇。这个陆泱泱简直就是个滚刀肉，他到底是谁？我先回去了。泱泱，兰氏有心想要多留陆泱泱一会儿，跟他说些贴心话，怕他真的误会，只是到底是精力不济。不过这么会儿功夫，他眼前就有些看不清了。你又翻墙了？本来是没打算翻墙的，就是想跟你说一声，荣亲王让医官去给那个小马看病了，要观察一下情况，所以可能要等几天才给你送过来。结果刚爬上墙头，就看见他鬼鬼祟祟的在冲我招手，我就下来了。啊，你说清楚，谁鬼鬼祟祟了？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没事吧？你们是在说那个上善仙姑的事情？我本来是中午就听到他们在嚼舌根了，那会儿就想来找你的，但是被我娘给绊住了，说这事儿不是我能掺和的，非把我给关在院子里，那人看着我不让我出来，我是偷跑过来的。怎么样，我够义气吧？你去哪儿了？你准备怎么办？我觉得你其实挺有本事的，如果你无处可去，我可以给你找个去处，也不是非得留在国公府里，你觉得怎么样？我不会走的。那个上善仙姑说我是克星，那我明日就亲自问问他，我是怎么克的人。他一个不懂医术的人，又凭什么断定夫人的病是我克的？我觉得你靠自己也可以赚钱的，真的，京城有很多去处的。哎呀，你怎么这么烦啊？他为什么不能留在这里啊？凭什么别人说几句话他就要走啊？哪有什么克不克的？我怎么没事？你怎么没事？泱泱还治好你的腿了呢。泱泱说的对，又不是他做的，凭什么让他背锅呀？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觉得你可以的。哎呀，没关系的，娇娇说的对，这跟我去哪儿留不留在国公府没有关系。
不是我的锅，我不会背。不过那个上善仙姑确实有些麻烦，她是3年前来到京城的，凭着一个养心丸药方进入了青莲观，得到了炼药成痴的碧莲师太的青睐，成了青莲观的客卿。后来青莲观的养心丸被送到宫中，受到太后的喜爱。从此以后，上善仙姑彻底水涨船高，成了京城权贵夫人的贵客。所以说，这个上善仙姑就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靠着一张药方进了青莲观的江湖骗子。我跟你说，上善仙姑倒是没听说有什么背景，那个传说从仙岛来的，也就是传说，毕竟谁也不知道真假。但是她如今背后可是有宫中贵人撑腰，还有京城那些贵妇人也同她交好。那养心丸说是碧莲师太炼制的，但据说秘方里的一味药引可是掌握在上善仙姑手里，所以那些贵妇人才会敬着捧着她。所以说泱泱，明日若你当真要同她对峙，怕是不容易，因为京城人人相信她，你这就像是一个人要撼动一棵参天大树，我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办法。不然你们等着，我回去找表哥问一问，他肯定有办法的。哼，太子殿下肯定是有办法的，不过他能管这样的事情吗？不管能不能，我先回去问问看他有没有好办法吧，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啊。对，倒也不用麻烦太子殿下，我明天自有办法让他说实话。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哼，保密。好啊，你敢动我？颜月有些呆住，好像他认识陆泱泱到现在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笑，也忍不住跟着笑出了声。我得回去了，泱泱你别怕，我相信你。天色不早，盛云娇不能多待，只能不舍地跟着陆泱泱告别。颜月是翻墙来的，更不好在这里待着，也跟着告辞。你就是陆泱泱，那个乡下来的丑丫头。我是盛君逸。你找我有什么事？没什么事，国公府不是你该来的地方，送你回你该回的地方去。盛君逸摇着手里的折扇，唇角含笑。只是下一秒，陆泱泱本能地往旁边一躲，一道黑影紧接着就朝他袭来，全程加起来不过是几个瞬间，惊得盛君逸从椅子上直起身子，看向地上已经死透了的尸体，再看看面不改色的陆泱泱，有些恍惚。我不过是要送你离开盛国公府，你竟然杀了他，我疯了！疯的人是你，不是我。你要送我离开，我就要听你的吗？我为什么要离开？就因为你们不喜欢我，胡乱给我安了个什么罪名，不由分说就要找人把我按住送走，我就要走吗？凭什么？盛君逸愣住，凭什么？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可真是有意思，你觉得我该走，就要擅自动手来决定我的命运，那我也觉得你该死，你要不要把命留下？盛君逸做事一向随心所欲，这是头一次他贴到了铁板，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你确实有点意思，我今天放过你，但能不能留下来，看你自己的本事。父亲他不喜欢无用的人。话音落，人已经不见了。以那个速度，盛君逸若要对他动手，他可能根本逃不掉。泱泱妹妹可算来了，快坐。上善仙姑已经在路上了，我已经让人在门口等着了。昨天的事情还望泱泱妹妹见谅，我也是担心母亲，要是惹了泱泱妹妹不快，我给妹妹道歉。我也希望这当中是有什么误会，昨夜担心的整夜都不能入睡，希望今日当着上善仙姑的面能将这个误会解开。最重要的是母亲能够好起来。去看看国公爷到哪儿了，我就说这是个扫把星，入不得家门，果然就是个祸害。那您不还好好的坐在这儿吗？若我是个祸害，岂不是先把您给霍霍了？混账！祖母，这就是我那个妹妹啊，长得也太瘦了点吧。
全然像是头一次见面。陆泱泱扫了他一眼，心说虚伪，他果然还是见识浅薄了。这国公府里，他是因着脸上的伤疤才戴上了面具，但是除了他之外，可是人人都戴着面具，虚伪的面具。怡儿，来，别管这丫头，这就是个祸害，早日送出去才是正经。哎呀，真是造孽！哎呦，过来，让祖母看看你，你这回可是去了有段时候了，人也瘦了呀。李老夫人对着陆泱泱是一张嘴脸，对着盛君义那可又是一个嘴脸，仿佛怎么都疼不够一样，一眼都舍不得挪开。贫道请各位贵人安。仙姑客气了，仙姑是我们府上的贵客，能请仙姑前来做客，可是我们的荣幸啊。仙姑，快请坐。刚一坐下，他的目光就转落到了陆泱泱的脸上，露出一抹惊奇来。这位姑娘的命格颇有些特殊啊，必然是生于富贵之家，但怕是有些坎坷，是孤星之命啊。仙姑，何为孤星之命啊？这与亲人可有妨害？不瞒老夫人，有此命格之人，虽注定出身富贵，却也注定克亲克邻，但凡亲近之人必有所伤，无论血缘情缘都会受到影响。轻则小病缠身，重则残疾殒命。善哉善哉，姑娘，且听贫道一句劝，不可心生执念，你执念越深，与身边之人妨碍越甚，与你自己也是一种妨害，怕是要受无妄之灾啊。若想要化解，最好是入清净之地静修，积攒功德，方能还清前世孽债，安享余生。姑娘，若你愿意，贫道愿意收你为徒，留你在青莲观中清修，待3-5年之后，化去一身孽债戾气，许能重获新生。国公，老夫人，贫道自入门从未收过弟子，今日见此女，实在心疼其遭遇，又恐其危害家人，心中难安，还望两位能够成全贫道的这番心意。哎呀，当真？仙姑当真愿意收他做弟子，带他去观中清修？自然，出家人不打诳语。哎呦，好啊，可太好了！你意下如何呀？依我看，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了。去个3-5年倒也正好，你说呢？也可。想赶我走啊？陆泱泱的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了盛云珠的身上。你来说，是不是想赶我走？妹妹，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不管怎么样，这里都是你的家，我们每个人都舍不得你离开的。只是你总要为家人想一想，母亲现在还在病着，你忍心吗？家人？我有家人吗？这位仙姑，你说我生来克亲人，那是不是只要是我的血亲都会被我克制？像你说的那样，轻则重病缠身，重则殒命呢？唉，万般皆是命啊，姑娘，贫道实在是不忍看你一生孤苦，但命格这种东西生来便不由人，姑娘若是不信，自可以想一想，自己这一生是否种种阴差阳错，纵然出身富贵，却生活困苦，无亲无邻，孑然一身。这并非姑娘之过，但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所以照你所说，像是我这种天煞孤星，是不是注定亲人死绝，无一善终呢？上善仙姑眉心轻蹙，
他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人能在听到这种话之后这么说自己的。他一时无言。仙姑怎么不说话了？我说的难道不对吗？仙姑不是说我生来就是克家人的吗？那亲人死绝无一善终，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住嘴！你疯了不成？老夫人如此激动做什么？我只不过是圣国公府的远亲而已，这一表3000里的关系，即便是我亲人死绝，同老夫人也没有关系，您说是吧？你孽障！怎么？我说的话有什么问题吗？够了，这是府里的决定。上善仙姑能收你为弟子，让你去关中清修，是你的福气。此事就这么定了。来人，去给陆姑娘收拾东西，送她去青莲观。等一下，仙姑还没有回答她刚刚的问题，是这样的吗？他眼睛死死地盯着上善仙姑，见她不说话，又问了一句：仙姑，你刚刚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她真的会克死自己所有的亲人吗？无一例外吗？小吴，你胡闹什么呀？下去！你怎么跟仙姑说话的？祖母，父亲，我就是想问一问，不行吗？仙姑不是什么都懂吗？为什么不回答？盛君夜执拗地看着上善仙姑，一定要等他一个答案。他说的没错，上善仙姑神通广大，无所不知，为何不回答这个问题？是不确定，还是觉得自己说的不准呢？仙姑为何不回答？娇娇、小五，你们又何苦为难仙姑？仙姑乃大善之人，心疼夭夭妹妹，才想要收她为徒，助她积修功德。那样决绝的话说出来，岂不是伤了夭夭妹妹的心吗？能成为仙姑的弟子，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若非真心实意的为泱泱妹妹着想，仙姑又何苦如此呢？说能让母亲好起来，我情愿是我去清修，只要能为母亲祈福，我做什么都愿意。既然如此，你去不是更合适吗？这天底下再没有比你更孝顺贴心的女儿了。盛云珠，你去观里清修，给大伯母祈福，不是更合适吗？你与仙姑一向交好，想必能得到你这么个好徒弟，可比泱泱合适的多了吧？我当然是愿意的，可我……盛云珠泪眼朦胧地看着众人，好似有无数的辛酸委屈无法诉说，最后只能无助地低下了头。好孩子，祖母知道你是最孝顺的，你母亲也是知道的。你母亲一向最是心疼你。祖母，父亲，其实娇娇说的也没错，最该走的人是我。无论能不能让母亲好起来，我都愿意去观中为母亲祈福。只愿上天看在我心诚的份上，能让母亲早日好起来。好孩子，你在家里好好的，才能多照顾你母亲呢。你的心意，你母亲是知道的，我们也都知道。不像是有些人，当真是狼心狗肺，不知道半点感恩。善哉善哉，贫道一番善念，不忍看这位姑娘孤苦，并无他意。出家之人也断不可能强人所难。既然这位姑娘不愿意随贫道回去，贫道自然也不会强求。贫道已言尽于此，就不继续叨扰了，告辞。仙姑，你急什么呢？上善仙姑毫无防备，就感觉腰间一酸，下一瞬膝盖一软，整个人就跪了下去。陆泱泱一脚就踩到了他的肩上，往下摁了摁。都说了，着什么急呢？话都没说完就这么跑了。仙姑，亏你还是什么京城有名的得道高人，就这点本事吗？不是说你算无一策吗？你先算一算，你今日走不走得出这个门？胡闹！陆泱泱，你给我放手！我上次已经警告过你了。盛国公脸色十分难看，他一向运筹帷幄，也说一不二，
凡事都在他的计划和掌控之中。唯有陆泱泱，就像是上天派来专门给他找事儿的。哟，这就恼羞成怒了？你们摆这么大的阵仗对付我一个13岁的小姑娘，我都没有恼羞成怒，你们生什么气？脸皮可真厚啊！我不过是敬仰这位上善仙姑的能力，问她几个问题罢了。你们激动什么？我听说你相面之术极其厉害，但我十分好奇，从我见你到现在，我可没有露出过整张脸，你是怎么给我算的命？你说是不是？泱泱妹妹，上善仙姑是客人，就算你有什么话想问，也不能这样。这是京城，你万万不能给府里招祸呀！孽障，还不快松开仙姑！着什么急呢？仙姑啊，我问你话呢，你老实回答就是了。你们出家人不是又不打诳语，又众生平等，喜欢什么行善积德吗？那你也积点德，好好的给我算上一算，让我看看你算的准不准。我这个人呀，一向是最敬重靠本事吃饭的人了。我戴着面具，你能算准吗？能还是不能？你可想好了再说，万一日后再遇上我这样的，可要小心算错了，别人去砸你的摊子。不能。很好，你们都听到了吧？那看好了，我让你看仔细一点，你再来给我算。陆泱泱抬手摘掉了自己脸上的面具，他从未遮掩过他脸上的伤疤，因此那块伤疤这么露出来。看清楚了就再算一算。我这种你口中天煞孤星，注定一生孤苦的，是不是已经把血亲刻尽了？你说说，我的父母兄弟、祖父祖母可还在人世？上善仙姑也算是见惯了大场面，此时也被眼前少女这股狠力给镇住，露出了一抹惊慌。我没有说错，你这种天煞孤星就是会刻尽血亲，你孤身一人，自是因为他们都被你给克死了。他此话一出，盛云珠一瞬间脸上血色尽退，一片惨白。听到他说的话了吗？你们说他说的对不对啊？不如再好好调查一番，也许他说的对呢。你们说是不是？他语气轻松，像是在开玩笑一样，但是屋内却安静的落针可闻，仿佛陷入了死一般的静寂。府上这么热闹，是在做什么呀？陆泱泱惊讶地回头，就见一个黑衣劲装的青年推着太子殿下停在外面，颜月站在一旁，担忧地冲他挤眉弄眼，原来是给他搬的救兵。见过太子殿下。免礼。不知殿下大驾光临，臣招待不周，还望殿下海涵。事故不请自来，圣国公见外了。仙姑怎么也在这儿？回禀殿下，贫道受国公府邀请，来给府上的夫人看诊的。哦，看诊。顾道士不知，仙姑何时学了医术？观中哪位师太教的？殿下恕罪，贫道并不精于医术，只是跟师太们学了些皮毛。贫道受邀来府上，是来给夫人看一看面相风水的，看是否有什么妨碍，也好寻找破解之法。哦，那孤道士有些好奇了。早先就听闻仙姑相面极准，不妨说来听听，仙姑发现什么了？贫道。上善仙姑跪在地上，眉心已经贴到了地面上去，她声音发抖，额角的发丝都已经被冷汗浸湿了。故听闻仙姑素来能言善道，怎的今日在姑面前说个话都如此困难？贫道才疏学浅，不敢卖弄，贫道什么都没有看出来。国公府夫人的病与风水之道无关，还需早些另请名医诊治。他这话说完，整个人就如同在水中捞过一般，虚脱得快要撑不住身体。国公府众人的脸色顿时变得相当的精彩。这样啊，那仙姑倒是有些徒有虚名了。皇祖母对仙姑一向青睐有加，仙姑若是没有真本事，还是留在观中清修的好，不然若是哪日辜负了皇恩，惹了皇祖母不快，可就不太合适了。
仙姑说是吗？是，殿下所言极是。贫道才疏学浅，有负太后娘娘慈恩，贫道日后定勤加修炼，在观中为太后娘娘祈福，以报太后娘娘恩典。贫道谢殿下指点，还望殿下恩准。贫道这就回去，日夜勤修，绝不敢懈怠。国公以为呢？这是国公府的家事，仙姑也是国公请来的，还是由国公决定的好。姑只是听闻府上有位陆姑娘懂些针灸之术，姑亲自上门相邀，想请陆姑娘为姑针灸。姑不请自来，还请国公见谅。殿下言重，能得殿下看中，是府中晚辈福气。仙姑今日来府上，也是家中小辈担心夫人身体。既然仙姑看不出来，那臣这就命人送仙姑回去。来人，送仙姑回青莲观。裴寂，你去同曹成说，让他拿姑的名帖去太医院请院正大人来一趟国公府，为国公夫人看诊。是，臣替夫人谢太子殿下恩典。既然没什么事了，那姑可否请陆姑娘随姑走一趟？当然可以啦。那走吧，劳烦陆姑娘了。殿下。没关系，你说吧。膝盖往下，腿骨多处碎裂，经脉尽断，神经受损严重，几乎没有痊愈的可能。他上次见到太子的时候就想过，要是怎样的程度才寻遍天下名医都没有用，直到现在亲手摸到，他才能确定，这确实是无法逆转的伤害。他确实没有办法，也不知道姑姑行不行。姑娘能来替姑看诊，姑已经感激不尽了。姑娘也不必替姑觉得难过。姑后来也时常去想，出事的时候无非是两个结果，一个是死，一个是半生不死的活下来。说不上来哪个更好些，但活下来总还有点希望。殿下说的对，只要活着总会有希望的。不过我虽然不能让殿下恢复，但可以帮着殿下解决一部分的问题。若是养得好，时常针灸，确保神经没有完全坏死，日后说不定遇到名医还有恢复的希望。这天下之大，总会有那么一天的。殿下，抱歉，我现在的能力实在有限，还不能做到更多。陆泱泱十分的不好意思，但随即又反应过来，他这年纪说这种话也多少有点没法取信于人。我是认真的，虽然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我可以试试。殿下要是不信的话，不信你。太子打断了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对上了他的眼睛，一个深如幽潭，一个清澈如浅溪。不信你。太好了。需要准备些什么吗？东西我都有，我特地找了我们县里最好的铁匠打的，还是县太爷帮我牵的线。他可崇拜殿下你了，若是让他知道我都能来给殿下你看诊了，他保准要嫉妒死。我先回去拿东西，你给我准备点吃的，我怕我待会儿会饿得撑不住。好。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在缝合的间隙，陆泱泱也会看一眼太子的状态。出乎他意料的是，在他觉得那种疼痛应该是正常人都受不了的时候，太子自始至终都没有动一下，最严重也只是攥紧手指。好了，先不要挪动它，给它清理完之后用一些温水，要随时注意会不会发烫。我去躺一会儿。殿下，您现在感觉如何？要不要？不用，去看看他。殿下，陆姑娘累坏了，已经睡过去了。去准备些吃的，她应该饿了。怎么回来这么晚？让你去问的东西问到了吗？没有。怎么回事？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他一个小孩子，你还套不出他的话吗？太子的伤势究竟如何了？圣君亦罕见的有些微的沉默。我在问你话呢。他回来时衣服上全是血，除此之外我并没有打听出别的。他年纪虽小，
但有些难缠。父亲将他接回来时是如何打算的？他是国公府的血脉，这一点我已经查证确认过，不会弄错才会去接人。原本接回来是打算当双胞胎养着，无论日后揭不揭开也算是个说法。只是我没想到她一个在乡下待了10几年的小丫头，心性如此的野蛮。父亲派去查探他身世的人，我能见一见吗？盛国公冷不丁地听到他的话，皱了下眉，喊了一声，让人把他手下的一个管事给喊了进来。你去陆姑娘生活的地方都打探到了什么？如何确定她就是真正的三姑娘？还有她在那里是如何生活的，都打听清楚了吗？回二公子，当时奴才去陆姑娘长大的清河村里仔细问了，因着也就10多年，村里人都有印象。据说她回村时确实是抱了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奶娃娃，有人看见说是包了绸缎的。巧的是，在何奶娘离开家的这段时间，她的大儿媳正好也生了个女娃。那何奶娘便对外说，那女娃是她从外边捡的。后来2个女娃大一点，一个养得白白胖胖，一个则是瘦瘦小小。听邻居说还常常有打骂声，不过打骂女娃这种事儿在乡下很常见，也没有人在意这个。加上那么点小孩子出门少，村里人见的也不多，只听他们喊那瘦小的女娃叫草丫，喊那个胖娃娃叫猪猪。直到国公府去接三姑娘回府的时候，才传出去消息，原来当年何奶娘抱回去的那个女娃是个千金大小姐，他们一家也跟着鸡犬升天，一家子一起搬走了。没人想到他们还把其中一个女娃给扔到了山里。村里的猎户去山里收网，才发现是个3岁的小女娃，脸上血乎乎的，穿着一件单衣，已经奄奄一息，就剩一口气儿了。村长没办法，只得召集村里人凑了些银子，给那孩子看了大夫，总算是彻底救了下来。说完之后，却觉得屋子里格外的安静。盛国公脸色阴沉如墨，二公子则是微微发愣，像是被雷劈了一样。他一时间脚底发寒，担心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张管事，你出去，你也出去。盛君意想留下，但看着母亲的眼神，他也只能退了出去。夫人，我不能把云珠送走。不用你把云珠送走。夫君，我们夫妻20余载，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今日我求你，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泱泱的身世是否曝光，你都不得让入盛家族谱。你答应我。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几日好活了，夫君也听到了。你给阿瑶送信，让他立刻回来完婚，我会撑着，撑到他成婚之后，将府中钟馗交给儿媳。兰氏没有了上次的歇斯底里，她此时看上去十分的平静，平静到就像是在安静地交代遗言。我知道你留着泱泱要做什么，是因为太子吧？当初皇后娘娘亲自同我提的，若我生下女儿，就定给太子做太子妃。太子好好的时候，你撮合珠珠跟太子，结果珠珠见了太子一面就遭了厌弃。你头一次对珠珠不满，觉得他不堪大用，知道他同三殿下来往，你还十分的生气，直到太子受伤，你的态度才发生了变化。你在意的根本不是你的女儿是谁，
而是他们能有什么用，能给国公府带来什么好处。我从前不说，是因为我知道，身为女子，这就是命，是他们的命，也是我的命。我反抗不了，他们也不行。夫君，我不是傻子，你想用珠珠换国公府几十年安稳，我成全你，也成全他。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放过泱泱，她往后只是圣国公府的表小姐。你在说什么话？是为了谁？我若不殚精竭虑守得住如今的国公府吗？你是不是忘了？你是不是忘了当年那场灾祸？忘了为何会有那场意外？若非如此，国公府的血脉又如何会流落在外？是，所以这些年无论你如何算计，我从未说过一句。但泱泱她是被牺牲的那一个，当年就是。我当时已经求你去把她带回来，你不肯，你怕带着她一个婴儿太累赘，影响到你。兰音，你疯了不成？即便我答应你又如何？你也说了，婚事是当年皇后娘娘提的，这是你我能做决定的吗？我为何非要留着她？纸包不住火，整个国公府的下人都知道这件事儿，早晚会被捅出去。届时我认不认她都是国公府的血脉，陛下又岂能不知？且如今她这样能折腾，若当真入了陛下的眼，你能如何？兰音，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好，撇开此事，你答应我，日后不得干涉泱泱的事情。若陛下不曾下旨，你就让她快快乐乐地做个表小姐，去上学，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你不要打她的主意，不要让人监视她，能做到吗？你若做不到，我就是豁出去豁个鱼死网破，我也不会让你好过。阿瑶会尊重我的决定的。兰氏死死地盯着圣国公的眼睛，这个曾经风华绝代艳冠京都的美貌女子，此时此刻望着丈夫的眼神中没有一丝情意，只剩决绝。我们之间何至于此？你说呢？兰氏惨笑一声，何至于此？她今日醒来，得知了清风阁那一出，知道他们拿着那什么克星这样莫须有的罪名，硬是要把泱泱送去清修的时候，她就突然清醒了。好，谢国公也成全。兰氏的脸色终于舒展开，仿佛总算是完成了一桩心事。母亲，我背你吧。不用，母亲，我没有你这种欺负妹妹的儿子。陆泱泱第二天醒来时都已经快中午了，她昨日是真的累狠了。姑娘，宫里的太医来了，说是一个很厉害的太医，刚进府没多久，给夫人看病的。啊，太医院正。陆泱泱愣了下，想到昨天太子说的话，没想到这么快就把人给找过来了。夫人从前便有亏损体虚的毛病，如今上了根本，怕是有碍寿数。老夫开几贴药，夫人按时服用，需要慢慢调理才能有些好转。切记煎药的火候万不可出差错，煎药之事不可操之过急，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最是影响药效。谨听大人教诲。这是培元固本的药丸，一日一粒，体虚之症要慢慢调。夫人的身体若是调理得当，还是能慢慢好起来的。惠嬷嬷万分惊喜，又是一番感谢。就连躺在病榻上一脸艳艳的兰氏听到这话都多了几分精神。大人，这便是你提起的那位陆姑娘，也略懂些医术，
连殿下都召他去看过诊，若能得您指点几句，也是他的造化。老夫听陆太医说，你不止针灸颇有一套心得，还懂接骨续筋之说，可是学过，师从何处？也不算刻意学过，我幼时认得一猎户，懂得些接骨续筋之术。我闲来无事便常常研究，慢慢摸索出来的，熟能生巧罢了。至于针灸呢，是跟一个开药堂的老大夫学的，也学了一点简单的诊脉跟药方，治个常见的风寒发热什么的，再多的便不会了。陆泱泱摸不准这院正的意思，总之是不能把姑姑给暴露了。若是靠自己便有此成就，那当真是少年天才了。老夫对此道也略有涉猎，但并不精通，很想有机会能够与姑娘讨教一二，因此有个不情之请，希望姑娘能够考虑。老夫即将致仕，有意收姑娘做个关门弟子，不知姑娘意下如何？小女谢过大人赏识，能得大人指点，是小女三生有幸。只拜师一事，小女还需要考虑一下。虽然他也有点心动，但是还是去问问太子殿下吧。他那么聪明，肯定知道这老头打的什么主意。正是如此，姑娘不必着急着回复，老夫只是还有一段时间，姑娘何时考虑好了，着人来老夫府上说一声便是。姑娘懂些医理，煎药的火候真的那么重要吗？火候确实重要，煎药跟做菜一样，火候也会关系到药效的发挥，但只要不是非常刻意，正常来说影响并不大。也是，想来太医这么交代，也是希望药效好些，对夫人有好处。夫人也该歇着了，姑娘先回去吧。你好好休息。然后便转身出去了。怎么要把泱泱支开？若是正常煎药的影响不大，太医不会刻意交代要注意火候。大户人家煎药如何能差在火候上？可太医特地提点了2遍，还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药，夫人，您前段时间的药怕是有问题啊。别叫人看出来，这屋子里的人一个都不要信。去兰家请我嫂子过来，就说我病重，要她来帮忙操持阿瑶的婚事。先悄悄去找我之前煎药的药渣，若没有，就把还没煎的药收集起来。这次院正开的药另外抄一份让人去抓药，再送去兰家一份。夫人，这府里谁都不能信，夫君也不能。今天没有再发热吧？没有。那就好，我看看，很好，继续保持。谢谢。不用，是我要谢谢你，要不是你呀，我也没机会做这么大难度的。姑娘昨日交代老奴打听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你说？老奴刚刚去见了院正，不敢隐瞒姑娘，兰夫人的状况不太乐观，还请公公如实相告。院正去时看过兰夫人的脉案，在1个月之前，兰夫人的身体虽然虚弱，但并不算严重，只不过是从前老毛病留下的体虚，日常好好照料，即便影响寿数也是有限，再养上个1-20年不成问题。问题出在最近的药上，先前大夫开的补身体的药方都没有问题，但在短时间就将夫人身体耗空，想必是有人在药上动了手脚，才使得夫人的身体迅速衰败，彻底伤了根本。只不过这种体虚之症，若是受到惊惧的情况，耗尽心血，也有可能导致身体迅速衰败，所以很难确定地说一定是药的问题，除非是有证据。是以是不是药出了问题，只是猜测，无法定论。陆泱泱眼底
泛起一抹寒意。这是他第一次直面这种阴私之事，在此之前他从未想过这种内宅之中的手段这么无声无息的就能毁掉一个人。姑娘，老奴久居深宫，听过不少有趣的事儿。如今我们殿下在别院休养，姑娘若是得了空，不嫌老奴唠叨的话，不妨过来找老奴说说话。谢谢。殿下这里我刚刚看过了，暂时没有什么大碍，我晚点再来。姑娘上课的时间到了，今日不练字了吗？嬷嬷，有件事我不明白。姑娘若是有不懂的，不妨说出来，奴婢也帮您想想。我怀疑夫人之前的药被人动了手脚，但我没有证据，嬷嬷有没有办法查证？什么？姑娘是如何发现的？陆泱泱没有把自己跑去找曹公公的事情说出来，而是说了院正的提点以及自己了解的常识做出来的判断。姑娘，此事你千万不可再跟任何人提起。惠姐姐既然特地问你，便是对此事已经有了想法，夫人会想办法的。等一下奴婢过去一趟，若夫人已经采取了行动，咱们等消息就好，切不能打草惊蛇。陆泱泱想了想，点了点头。这种事情他去查不方便，若是兰氏自己有主意，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沈嬷嬷急匆匆地出去了。到下午时，她看了看时辰，该去给太子看诊了，又翻墙去了隔壁。陆姑娘，曹公公说你若是来了，直接进去，太傅再给殿下讲学，你也可以去听一听。殿下也要上课啊？严公子也在。都在上课。陆泱泱蹑手蹑脚地进了院子，听着里边的声音像是在讲史。他不好意思进去打扰，便偷偷溜到了窗下，趴在那里听。听书乃正经事儿，何故要偷偷摸摸的？哼，你是哪家小孩？先生，我不是来偷听的，我来找殿下的。进来听到你们在讲书，不好意思进去打搅，就躲在外面了。你叫什么名字？陆泱泱，江水泱泱的泱泱。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不错，是个好名字。既然来了，便进来一起听吧，还有一段就讲完了。陆泱泱瞪大眼睛，还要喊他进去听课呀？陆泱泱十分好学，但从未正经上过学，算起来这大概是头一次听先生讲课。殿下，今日院正大人跟我说想要收我做弟子，殿下你觉得合适吗？太子微微有些惊讶，但仔细想想倒也不惊讶，只不过能提出收陆泱泱为徒，倒也够让他惊讶了，这可算不得什么好事。殿下，可是有什么不妥吗？那倒是没有，只是在想那老头擅长什么，够不够格做你的师傅。我这粗浅的手段怎么能跟太医院的院正相比啊？院正大人在太医院待了一辈子，见过的脉案无数，能跟他学习自然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他这样的人10分的话只说1分，这可不是个什么好习惯，没得带坏了你。倒是啊，他有个小师弟，前段时间进了京，现在应该是在仁心堂，你去告诉他，说是姑说的，学以致用才是最好的时间。他年事已高，你拜在他小师弟名下即可。啊，殿下的意思是说，这些在宫里时间长了的太医都喜欢打哑谜吗？说得对。多谢殿下，我明白了。陆泱泱暗下决心，作为殿下几番提点的报答，他就把治好他的腿当做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吧。虽说你的入学考试有把握，但是入学之后第1年是不选科的，为了避免你到时候跟不上进度，还是趁着这段时间多学一点。正好你最近要过来给姑针灸，姑也闲来无事，就业托大，给你做几日老师如何？什么？太子要给他当老师？陆泱泱震惊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瞪大眼睛看着太子。好呀。太子唇角又翘了起来，陆泱泱被他的笑容晃了下眼睛，完全忘记了要告诉他，他要想办法治好他的腿的事情。
陆姑娘真是个有活力的小姑娘啊，在京城可见不到几个这样的姑娘，怪不得连院正跟蓝太傅都对她另眼相待。说来还真是奇怪，太傅那个性格，今日又明显有心烦气躁，怎么对着陆姑娘那么温和？老师今天没骂人。哪里没骂人？老奴把院正大人说的话告诉他以后，他足足骂了1刻钟呢，把跟着他过来的小厮都给骂哭了，红着眼跑回去找人的。哦，他骂了谁？还能有谁？先把蓝夫人骂了一通，说脑子被狗吃了才嫁这么个玩意儿，然后又骂国公爷，说没那个本事就别娶亲，不行就把他们家女儿送回去，谁要受匹夫的鸟气？要不是被老奴死死拦住了，怕是要上门去找圣国公对骂了。哎，太傅这个脾气，怪不得圣国公每次见他都要绕道走呢。确实有些奇怪啊。那陛下是否让老奴去查一查？估计相信他，便不能私底下去查他。倒是他的身世似乎有些古怪。那要查吗？该知道的时候总会知道的。7月半，中元节。中元节是祭祀的大日子，整个圣国公府忙碌了一整天。母亲，是儿子不孝，让母亲受苦了。你回来就好，阿瑶，母亲看到你就什么都放心了，就算是死也能放心了。母亲慎言，母亲不会有事的。傻孩子，你回来了，母亲当然不会有事。蓝氏看着儿子是真心的欢喜，他在这个府里内心真正的依靠，不是跟他夫妻20载的夫君，也不是旁的什么人，而是他的大儿子。他体力不济，说了一段，剩下的便交给了惠嬷嬷，将最近发生的事情，包括那日在圣国公书房外听到的，都一五一十的快速的跟盛君瑶说了。母亲，我并未收到信件。盛君瑶眉眼都沉了下来，他没有收到只能说明一个原因，那就是有人不想让他收到。只是还不等两人继续往后说，门外便传来了通报。走，母亲带你去见泱泱，你的亲妹妹，她是个很好的姑娘。大哥，你回来了，我好想你。你不是小孩子了，注意分寸。盛云珠原本准备好的那些思念之情，在这样打量中陡然噎住，不上不下的，憋得他脸色微红，双眸泪水盈盈的，更显可怜。你已经是大姑娘了，这样冒冒失失哭哭啼啼，成何体统？母亲从前常常夸你温婉大方，聪明懂事儿，这不过几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大哥几年都不归家，猪猪真的十分想念大哥，日日担心大哥在外好不好。如今大哥回来，猪猪真的好高兴。瑶儿，你妹妹说的对呀，你这一去5年，只回来过1次，我们日夜都牵挂着呀。是孙儿不孝，让祖母挂心了。乔金梅每次都这么装模作样，好像全家只有她感情充沛，假死了。听到动静的盛君瑶转身，一眼就看见了盛云娇身边的小姑娘。大哥。盛君瑶冲着他点点头，然后目光落在陆泱泱的身上。你是泱泱？我是盛君瑶，你的大哥。陆泱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想了想，点头致意。大公子，这些年让你受苦，也让你受委屈了。陆泱泱眨眨眼，心说是什么意思啊？他不明所以，也没回应。父亲对泱泱回国公府的事情
如何安排的？瑶儿，你风尘仆仆的归来，这些事儿回头再说。你既然已经见过了你母亲，我们也见过了你，你便早些回去你的院子里休息，明日再一道去你祖母的院子里请安。是啊，瑶儿，你父亲说的对，你这一路回来可是累坏了吧？快些去休息，祖母这就让人给你准备夜宵。哎呦喂，可怜见的，怕是这一路都没有吃好睡好啊。唯有兰氏不知是精神不济还是怎样，只歪靠在椅子里含笑看着儿子，一句话也没说。夫人，瑶儿一路辛苦，让她早些回去歇着吧。夫君急什么呢？妾身本来想着明日再说，但正好夫君跟家里人还在意瑶儿，都过来了，那便今日说吧。夫人，你想说什么？不急，先说头一桩事。你父亲同意让泱泱以表小姐的身份留在国公府，不上盛家族谱。够了，时候已经不早了，夫人也累了，都回去吧。父亲，我以为此安排不妥，既然已经查明真相，当初是恶仆故意将泱泱和云珠调换，并非无意，那如今便该各归各位。泱泱既已经接了回来，就该将云珠送走，重新安置。如此混淆血脉，这若是传出去，叫人如何看我们盛家？瑶儿，你在说什么呀？啊，珠珠是你妹妹，她可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你忍心她出去受苦？祖母此言差矣，真相既已查明，那国公府的真千金就是泱泱，我的妹妹也是泱泱，并非云珠，这是其一。其二，我说将她另外安置，并不曾说要将她送回乡下，如何算得上受苦？若这样是受苦，那泱泱在乡下10多年孤零零一个人长大，她又受了多少苦？圣君瑶恭敬且平静地回视着李老夫人的目光，她并非是在反驳，而是在有理有据地陈述事实。你胡闹！她一个从乡下来的野丫头，哪里比得上云珠啊？你祖母慎言，泱泱是泱泱，云珠是云珠，为何要将他们二人放在一起相比？泱泱被奸人坑害，她本不该留在乡下，祖母不该以这样的方式评价她。即便不是泱泱，一个从乡下来的姑娘，也不是什么野丫头，她有父有母，祖母应该给泱泱道歉。你让我给她道歉？李老夫人瞪圆了眼睛，只感觉眼前一片花，整个人都有些眩晕。她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当了这么多年说一不二的老夫人，还有人当着她的面让她给一个晚辈道歉，还是给一个野丫头道歉？大哥是厌弃我了吗？大哥一回来就要赶我走，是不是觉得是我害得泱泱妹妹如此？可是大哥，当年的事情我也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我什么都不知道。如果这样都碍了大哥的眼，让大哥怪罪于我的话，大哥就把我送回去吧。我并没有厌弃你，也没有觉得你碍了我的眼，更没有说怪罪于你。我只是在就事论事，你虽并非加害者，但你是既得利益者，真相已经查清，让你留在国公府，对泱泱并不公平。但你放心，我会另外安置你，你想留在京城，或者离开，都可以。大哥这么说，不还是在怪我？是我的错，我的存在妨碍到了泱泱妹妹，我给她赔罪。盛云珠摇摇欲坠，突然身形一定，冲着柱子就狠狠地撞了上去。珠珠，三姑娘，珠珠，你别做傻事。二哥，你别拦我，你让我去死，我死了就干净了。我欠了泱泱妹妹的，我给她赔命好了。这个家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我活着还有
什么意思？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这里的人原本都是我的亲人。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里就是你的家，没人要赶你走，你别冲动。你二哥说的对，这里就是你的家，没人能赶你走。时间已经不早了。所以父亲是打定了主意不肯送云珠走吗？是，云珠是国公府的千金，就是你的妹妹，她哪里都不会去的。洋洋，你愿意做国公府的三姑娘吗？当然不愿意了，这辈子都不可能愿意。从他进府的第一天，他就不是来当这个三姑娘的，没有人认他，他也不稀罕。既然泱泱不愿意做圣国公府的三姑娘，父亲又执意要留一个跟国公府没有关系的人做国公府的三姑娘，这不合规矩。父亲把云珠的名字从族谱划掉吧。你说什么？圣国公都愣住了，他就说兰氏为什么闹死闹活的让君瑶回来，合着是在这儿等着他呢。请父亲将云珠的名字从圣家族谱里划去。够了，你在胡闹什么？这个家现在还轮不到你做主。父亲，这并非是我做不做主的事情，是父亲此举不合规矩。若父亲执意不肯，那我只有去找族长和族老们主持公道。若族长也不肯主持公道，那我只有去京兆府衙门，让府尹大人来断一断这桩案子了。一个家族若不依规矩行事，那制定族规何用？此事必然该有个论断。你……圣国公气到咬牙，他看了眼满屋子的人，发现此时此刻众人皆是目瞪口呆，就连陆泱泱都满脸震惊地看着盛君瑶。父亲，大哥，依我看这件事不如……头一件事说完了，现在来说第二件事。兰氏身体虚弱，坐了这么一会儿，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他手抓着椅子扶手。前些日子上善仙姑来家里，说什么我的身体是被泱泱给克到了。这件事最后证明是上善仙姑的无稽之谈。且不提上善仙姑为何要这样做，还多亏了太子殿下给我请了太医院的院正来诊脉。院正大人说我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虚弱。院正大人走后，我就很是疑惑，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怎么会无缘无故虚弱到这种地步？兰氏目光落在盛国公的脸上，看到他紧锁的眉心，只觉得心寒。我便让嬷嬷去查看了我前些日子吃药剩下的药渣，果然发现了问题。我竟是不知道，竟会有人暗中对我的药动了手脚，调整了其中2种药材的用量，所以这药我才会越喝越严重。不过短短半个多月，就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什么？兰氏话音刚落，众人就震惊地看向了他。慧心，把人带上来吧。夫人饶命！夫人饶命啊！这是夫人小厨房里负责烧火的小丫鬟小环，奴婢让人盯了她好些日子，就是她在药里动的手脚。你还有什么话说？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没有动过夫人的药，真的没有。夫人饶命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死丫头还敢狡辩！真的不是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开，我来审。表姑娘，表姑娘饶命啊！夫人救命啊！之前奴婢就听说表姑娘对下人下手特别狠，奴婢真的什么都没有做过呀。没做过是吗？我这人最讨厌被冤枉，我就是想知道是谁在背后捣鬼陷害我。他想知道究竟是谁给兰氏下药，造成兰氏身体虚弱，然后造谣他是什么天煞孤星的。想好了再说，
是谁让你在夫人的药材上动手脚的？盛云珠惊恐地看着小环，缩在袖子下面的指尖止不住的颤抖，但惊恐的眼神里却藏着一抹冷意。不是。小环触到盛云珠的目光，下意识的还是张口要辩解，只一下，她尖叫完过后就吓得尿湿了裤子，哆嗦着喊道：我是孟姨娘，是孟姨娘指使我的。我大哥欠了赌债，需要好大的一笔银子，我也是被逼无奈。孟姨娘告诉我不会对夫人有影响的，只不过是让夫人的身体稍微虚弱一点，没有换过药材，就是加重了其中2味药的用量，治不死人的。我只要做了，他就给我钱，我拿不到钱，我爹会打死我的。他让我偷偷出去卖身，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害夫人的。小环已经被吓坏了，她断断续续、胡言乱语一样的说着。孟姨娘说的不会被人发现的，只要我打死不承认就不会有事。这种事情没有证据的，我明明每次都把药渣给处理掉了，都倒进泔水桶里了，不可能会有人发现的。夫人身体不好，家中常年都备着好的药材，哪一味药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会有人知道的，不会有人知道的。孟姨娘是谁？父亲，还请你让人将孟姨娘带过来。孟姨娘很快被带了过来，是个看上去20多岁的年轻女子。妾身见过老夫人、国公爷、夫人，不知唤妾身来所为何事？孟姨娘，这个丫鬟指控你指使她对母亲的药动手脚，你怎么说？妾身不知，妾身都不认识这丫鬟，怎会让她动夫人的药呢？国公爷，您是知道臣妾的，妾身入府多年，一直对夫人尊敬有加，从不敢逾越半分的。妾身没有理由针对夫人的。国公爷，世子为何要这样冤枉妾身啊？秋月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他入府这么多年，一直都安分守己，从来没做过逾越的事情，莫不是这丫鬟胡乱攀咬？老夫人，国公爷，妾身是真的不知。陆泱泱可不会破这种案子，他办事向来简单粗暴，不听话不说实话打一顿就好了，要是还不说，那就只能说明打得不够狠。孟姨娘是吧？我给你一次交代的机会，谁让你对夫人的药动的手脚？国公爷，真的不是妾身不知，表姑娘她为何要如此冤枉妾身？妾身跟她无冤无仇啊！陆泱泱，你到底要胡闹到什么时候？这里是圣国公府，我早说过，这里不是你能随便动手的地方。来人！唰的一下，门口就多了2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侍卫。父亲是想在府上动用私刑吗？圣国公对陆泱泱原本只是不在意，如今却生出了一抹厌恶。把人带走。且慢。兰氏闭了下眼睛，掩去了眼底的失望，唇角勾起一抹轻潮。失望这种东西攒得多了，可能也就那样了。把人都带进来。夫人，这是从孟姨娘身边的大丫鬟阿香房间里搜出来的字据，上面有小环父亲按的手印。孟姨娘给了她200两银子，怕她耍赖，所以让她按了手印。这包药啊，是从这个吴婆子的院子里搜出来的。奴婢查到，这个婆子曾经好几次偷偷跑去药堂买这2味药，大概是怕被人发现吧，她跑了好几家药堂，这是她买药的记录。夫人常年用药，府上的常备药材虽然多，但是为了避免用药失误的问题，一直以来每一次取药都是有记录的。奴婢让人对过这个月的单子，这2味药少了4两不到，因此才没被发现。府上的药材一向都是精选，多数是从仁心堂购买的，跟其他药堂的品质有一定的区别。奴婢对比过，
从这婆子房间里搜出来的药，有一部分是府上丢的，还有一部分则是从外面买来的。最近换了药方之后，这2味药用的少了，奴婢特地让人看紧了库房，所以这半个月一定没有药材丢失。但是吴婆子房间里搜出来的这包药中，却有一部分是府上丢的，一部分是外面买来的，品质有差异，一对比便知。这药渣也不是前段时间的药渣，而是最近的药渣。到这个时候都还胆敢对夫人的药动手脚，如此胆大包天，可不是丫鬟婆子敢干的事情。孟姨娘，你还说你不知情吗？妾身，夫人，是妾身有罪，夫人饶命，夫人饶命，妾身错了，求您饶过妾身吧，国公爷，您抱抱妾身吧，妾身知道错了，妾身真的知道错了，您看在妾身伺候了您多年的份上，您给妾身一次机会吧。滚！盛国公黑沉着脸，一脚将他踹开。说，是谁让你这么做的？谁给你的胆子，敢对夫人动手？没人让我这样做，是我自己要这样做的。我有什么错？我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国公爷，妾身伺候您这么多年，别无他求，就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妾身对夫人一向恭恭敬敬，也一向安分守己，可夫人为什么要一计呀？打掉我的孩子还不算，还要让我此生以后无法生育。是，夫人的药是我换的，是我让人动的手脚。夫人已经有了几个那么优秀的孩子了，为什么就是容不下我的孩子？为什么？孟姨娘眼中含泪，眸子里却是一片猩红。她绝望地望着盛国公，甚至有几分癫狂。你都说了，我已经有那么几个优秀的孩子了，我为何还要对你的孩子动手？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谣言，我若真要绝了你的子嗣，你进府做妾的头一天，我就会直接灌你一副绝嗣的药，何必等到你怀孕？孟姨娘听到兰氏的话，蓦地愣住。秋月呀，你可真是糊涂！国公爷，孟姨娘我可以交给你处置，也可以交给金兆尹来处置，或者你希望我继续查下去，都可以。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云珠还是这府上的三姑娘，但既然泱泱不上族谱，那云珠也从族谱上划掉吧。云珠，我们母女一场也算缘分。我珍惜你这些年在我身边的日子，只我如今精力不济，也没有心思再照料你。往后，我也祝你前程似锦。母亲，你不要我了吗？我累了，扶我回去休息吧。母亲。兰氏没有回头，连脚步都没有顿一下，将孟姨娘送回院子，看着她。父亲打算何时去办族谱之事？盛国公脸色极其难看，他习惯了掌控一切的感觉，这是头一次他被自己深信不疑的妻子跟器重的儿子给联手摆了一道。你大婚之后新府上族谱之时，我会让族老一并办理。主放心，你永远是咱们国公府的姑娘，有祖母在，不会让人欺负你的。哎呀，可怜劲儿的，时候也不早了，早些回去休息啊。盛云珠立刻感动地扶住了李老夫人，跟着一起出去了。走到门外时，他隐晦地转头看了陆泱泱一眼，眼底划过一抹冷芒。既然他们一定要这么对他，就别怪他不客气了。抱歉泱泱，大哥原本是想将云珠送出去，再说等父亲恢复你的身份，但母亲说将来你不在盛家，